那今天呢，我手搓了一个工作流啊，那这个工作流叫什么呢？叫一键无线换装。当然说无线呢有点夸张啊，其实呢它大概能换170多套衣服。这个工作流呢，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啊，你只需要点击开始，它就可以完成换装的这个工作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图片是有问题的，比方这个地方的腿啊，但是大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啊，整个的效果呢都是非常棒的。那这个工作流呢，我们核心的技术依然用到的是 Flux Context。那当然它的功能强大呢只是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这里边呢我把 Flux DEV 里边可能一些边边角角的技术呢都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呢单独拿出来不值得讲啊，但是呢又非常重要，所以说呢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工作流，那希望对大家的这个学习呢有所帮助。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也构建了这个工作流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但是这个工作流目前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在跑的时候在这个节点的时候会出问题，叫 KSampler with NAJ 啊。那我还是具体的出错信息，这个出错信息指的是目前的这个节点呢，针对 Flux Context 的模型啊是不支持这个采样处理的。说白了就是这个节点有点旧啊，因为呢我们去看 ConfigUI 的 NAJ 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在最近已经支持Flux Context DEV 了，但是呢可能 Running Hub 上还没有去更新，所以说演示呢我还是在本地演示，回头呢它更新了这个节点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 Running Hub 上去跑了。好，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过一遍这个工作流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具体思路是什么。你注意啊，我这儿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我在 Twitter 上边看到的一个大 V， 他总结的很多的时尚的女装。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参考价值啊，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之后，往往会有一些灵感出来啊，所以说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图片，然后取里边的一个，取出来之后呢，那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什么修复啊？大家看一下，因为它取出来非常小啊，叫102乘102，所以说呢，经过我们的第一个修复之后，那么它就可以达到基本可用的一个状态啊。这儿是1024乘1024，然后再经过我们一个操作啊，就把人给去掉，把服装给留下，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呢是针对我们的换装模特的，就是它，我们会把它衣服给它去掉啊。那大家在很多的实践里边都会发现啊，把衣服去掉的话呢，在换装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具体的原因呢，我们待会儿再解释。最后呢，我们会通过一个 NAJ 的采样啊，来保证最终换装的效果。大家注意啊，由于这个我在 Running Hub 上跑不到最后一个节点，所以说大家看不到最后的效果。而且呢，你要注意，这个有两个模式啊，一个是用提示词驱动的，一个是用参考图驱动的。这个呢，我们就逐一来给大家详细去介绍啊。好，下边我们看一下它完整跑下来是什么样子。大家看，这是我本地的一个效果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一个服装，然后这是一个模特，这是最终换装的效果。这个呢是参考图换装啊。好，下边呢我们就逐一给大家解释每一个它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啊。我们先看最复杂的一个，最复杂的一个呢其实是将整个的图片呢这么多的这个参考衣服里边给它取一个出来，而且是随机的取一个出来。好，我们开始怎么去做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获取一下整个图片的宽和高。我设置了一下它的行数和列数啊，有多少行有多少列。现在呢，我们大概有19行，然后有8列啊。然后呢，我们让宽度除以这8，就知道每一个大概是占多宽。然后我们用这个高度除以这行数，就知道每一个大概是占多高啊。完了之后呢，你要注意，我这儿有2个这个类似于种子的节点，可以随机的生成一个种子。然后呢，我们让它分别除以8和16，但是你要注意，我用的是百分号，也就是取模。取模的意思就是取余，那也就是说，不管我这儿怎么生成，它虽然是随机的，但是呢，我上面这个除掉8，下边这个除掉16，那最终得到的余数都会在0到7之间，这个是0到15之间，那就代表着我可以随机的取这里边的某一列和这里边的某一行。那拿到这个值之后，我们把它存起来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啊，比方你要取这个，它之前有多少个像素，那就是它所在的这个列数啊，然后乘以这宽度，就是它距离左边有多宽。那同样它所在的行数乘以这个
高度啊，每一个的高度就知道啊，它距离上边是多高，有点绕口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一旦算出这两个之后呢，注意我这儿做了一个校正啊，加了一个3，是因为呢每一个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边儿，所以说呢我不希望这个边儿出现，我稍微校正了一下。比如说呢你怎么校正，你就加上几个像素试试啊。然后呢我们使用 image crop， 就是我们从这里边呢把一个给它抠出来，然后呢我们存了一个变量叫 reference close， 大家看一下就是它。那每次呢我运行的时候，由于这儿是随机的，所以说呢我会从这里边随机的拿一张图片出来。好，下边进行我们的第一个 FluxDV 的工作流。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作流啊，因为再到后边呢就没有模型加载的部分了，我们直接用这儿加载的模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作流啊。首先主模型呢我们用的是 FluxDV FP8 的，而且呢我使用了 SageAttention作为这个注意力模型。当然你这儿要是不支持的话，记得把它跳过去就行了。但是用 SageAttention 呢整个的效果会好一些。然后呢是我们的 Click 和我们的 VE， 这就是我们说的模型的3组件。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参考图啊，由于我目前的这个工作流的作用是把它放大进行修复，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呢就把它先进行了一个缩放到了一个100万级的像素啊，这是大家看到预览的一个效果啊，它是不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经过 Flux Context 的 Image Scale 啊进行一次缩放，让它更适用于 Flux 的采样，然后呢把它编码用于采样，同样会作为修正的条件，根据我们的提示词来进行正向条件的修正啊，反向条件这个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直接接了一个 zero out 是吧？你注意啊，这儿用了一个 LoRa， 那这个 LoRa 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看一下。它叫做 Context Restore Painting， 主要是用于修复图像的。因为呢 FluxDV 本身是可以修复图像的，这个可能在 DV 模型里边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呀，就是 API 调用那个 Max 和 Pro 模型的时候，大家应该清楚很多人都在做这个老照片的修复啊，所以它本身能力是够的。但是呢 DV 模型需要辅助一个 LoRa， 它可能做的会更好。那这个 LoRa 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那这个呢是它在 C 站上的一个链接。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例里边啊，那我们只要在这个触发词里边写 Restore this painting 啊，就是修复这张图就可以了。当然呢有一些特殊要求你可以单独写，那你比方我这儿写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叫 Restore this painting， 然后 Make this image to clear realistic photo， 就是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清楚的一个照片，采样跟传统的 FluxDV 没有任何变化，那这就是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效果。其实呢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可用的状态，这个有点太模糊了啊，不管你怎么去参照可能都会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只想保留衣服啊，把人给去掉。那这个技术在人工智能里边叫什么呢？特征的统一化。特征统一化主要是为了干嘛呢？就是为了明确这个东西的 ID， 就是明确这个东西是谁。ID 就是我们要关键识别它啊。那比方说我要是不去这个衣服的话，最终我的参考图片就会是这个样子。这儿我有一模特是一美女，这儿呢有一个人也是美女，穿着这个衣服。而且你要注意，这个衣服的样式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呢我们并不能像原来的那个 FluxDV 里边的图片参考一样，说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穿上了另外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衣服啊。我这样说虽然有点绕啊，但是大家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不确定，你这个描述词没法写，所以说特征的统一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应用是比较特殊的，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啊。所以说呢我一旦把这个人给它去掉之后，你会发现这儿只有衣服，然后这儿有一人，所以说人穿衣服我写起来就非常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去掉。这个同样是一个 FluxDV， 这儿呢我们用到了一个新的 LoRa 啊，这个 LoRa 呢叫做 Take Close Context LoRa， 大家同样可以 C 站上下到，就是这个幻象绘影，然后把人去掉，取这个衣服。它对应的这个触发词叫 Remove the character Keep the clothing，
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会跟着写，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你注意啊，我在这儿呢有一个 Florence 的一个反推，你暂时先不用管它，我们接着往下走就行。这个 Laura 大家都很熟悉了，大家注意啊，我这儿这个预览是进调的。那这个 Laura 是干嘛的呢？是脱衣服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啊，说脱这个衣服效果会更好。更好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说这个特征的统一化，主要是为了唯一的识别这个人物。你想啊，如果说这个是随机的，这个其实也是随机的，你不知道我下一个会传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上来，那你必须想办法让它的特征确定下来。那怎么让它的确定下来？有人说穿红衣服吗？那不行啊，下一个可能不穿红衣服。比如说 long hair 长头发嘛，这个也不行。那怎么就统一了呢？很简单啊，你把他衣服脱了，你脱了之后，那光着的呢就只有他自己了嘛。所以说你在写提示词的时候也会非常简单。所以说呢，不是说一定要脱掉衣服换装效果才更好，是因为脱掉衣服Flux Context 模型才能比较好的识别它，你在提示词里边才能非常好的去鉴别这个人物，所以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这个 Laura 呢是在Hunger Face 上啊，就是抱抱脸上。它在 C 站上已经下架了，不光在 C 站上下架了，现在在抱抱脸上也下架了啊。现在是不能访问的啊，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下载这个模型呢，是吧？就是去除衣服的这个，这儿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啊，展示了我这个视频就给封了，是吧？最后一个这个非常重要啊，你要注意，我先把模特的模型和衣服的模型，注意模特是不穿衣服的，而衣服是没有人的啊，对吧？你看这个相得益彰啊，这俩先拼起来啊，我们使用这个原图的宽高做采样的 latent， 而我这个提示词写的是什么呢？注意啊，我提示词现在用的是这个，这儿还有一组，但是这个是没连着的啊，这个是那个提示词驱动的。说现在啊，我要让这个不穿衣服的女人穿上这个衣服，然后保证这个角色的面部啊、表情啊，还有背景啊是不变的啊。然后我这儿有一个反向提示词，有人说你 Flux TV 不是不支持反向提示词吗？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学一个技术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NAJ 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NAJ 的 ConfigUI 的扩展。那这个叫什么呢？叫做 Normalized Attention Guidance Universe Negative Guidance for Diffusion Model。 什么意思呢？是一种规划的注意力机制，而且是可以将这个反向提示词广泛的应用于这个 Diffusion Model， 就是稳定扩散模型。那这个目前支持的库呢比较多了 ，Win 2.1、LTXV、Flux DV 啊，这都支持。然后呢，这儿有一个更新的列表啊，在6月28号，它也支持了什么 Flux Context 是吧？所以说我们是可以用的。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很简单，你看它这儿有一个例子啊，我点开它啊，这是 Flux Context 的啊，我们重点就看这个地方。这是正常的采样采出来的效果，这个也是官方的例子。这儿有一个小兔子，我们希望它仿制小兔子生成一个天鹅戴着王冠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啊，这不是天鹅啊，虽然它写的是天鹅啊，这是个鸭子，有没有发现啊？很像一个鸭子。然后呢，你要注意啊，第二个采样器呢就加了一个提示词，这里边写了个 duck， 然后把它连到了哪儿呢？连到了这个NAJ negative 就是反向条件上，然后呢，我们得到的这个效果就是一天鹅了，不是一鸭子了，很明显是吧？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有人说为什么我测起来没有效果呢？你要注意啊，你在哪儿你会有问题。首先，这个采样器和普通的采样器是不一样的，它是由这个节点提供的，就是 NAJ 这个节点提供的，它叫做 K Sampler with NAJ。这里边主要多了这样几个东西，关于 NAJ 的这几个选项。第一个叫 NAJ-Scale， 第二个 NAJ-TAU， 第三个 NAJ-Alpha， 第四个 NAJ-Sigma-End 啊，就这么多。那么大家做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个 negative 啊不用瞎连啊，这个 negative 就是连你的什么这个零输出连这儿，然后这个 NAJ negative 才是连你反向的提示词，这是我反向的提示词啊。那你注意，我现在这个反向提示词是什么呢？第一个叫 no face， 就是不要出现没有脸的情况。因为呢，你要注意，我这个衣服采样之后是没有人的嘛，它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出现就是一个衣服不带人的情况，所以说叫什么？叫 no face。第二个就是不穿衣服的这个女人啊，为什么？就是我这儿把
衣服给脱了，是吧？然后你过来之后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它也当成反向提示词。那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另外就 multi image， 就是我们不希望它出现说这个图片和上面这个拼一个出来啊，就是不做任何操作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几个提示词写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连到这儿来了。比如说为啥不起作用呢？有2个参数你调的要对啊。第一个就是 NAJ sigma n 的这个值啊，默认的是0啊，所以说呢，它可能不起效果啊，所以说你把它改到 0.75 或者 0.8 啊，才有可能起作用。另外就这个 scale 太小，它用的可能是 3.0 还是 5.0 啊。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从5开始试啊，5的话一般就起效果了，然后到10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这儿我用的是10啊。好，那我们跑一个吧。我们就用这个啊来跑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就是长得略微有点胖，是吧？下边呢，我们再换一次，好，这个就采样完了。那我们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吧？这儿我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我在采样的时候临时想到有2个这个反向词啊，建议大家也给它加上，什么意思？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那另外呢，你要注意，就是在换装里边有一些图片效果会不太好。第一个就是这个图片里边脸比较少的这个，像这种啊没有脸或者这种，这个会直接影响什么呢？就影响这个修复的效果。我觉得它在修复的时候，人脸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啊。如果你有半张脸，整个效果就非常好；如果你要没有，可能就比较麻烦啊。还有一种图片是不太适用于换装的这种图片啊，像这个，对吧？这个用起来可能它就不太容易换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呢，你要是没有把握，也可以什么，也可以给它去掉啊。好，这就是第一种换装啊。第一种换装呢，我调试起来虽然稳定性比较高，但是还是有概率出现那个什么呀，就是还会出现那种女生看着脸红，男生看着假装脸红的这个图片啊。所以说呢，我还有一个模式，就是用提示词驱动。怎么做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它连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用提示词去驱动它。那在我这儿呢，用了一个 Florence 反推了一下这个图片的提示词，反推出来的话呢，可能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它会直接描述这个什么提示词，比方说现在它会描述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另外，它有的时候不太准的时候，它会写成什么样的，就是说一个女孩穿着一个什么衣服啊，会写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这儿用的是 caption， 而不是 detail caption， 也不是 more detail caption， 而且呢，我这个 tokens 只设了128，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句话。那这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替换啊，就是可能girl woman 都没问题，如果它出现了 man 啊，就是我们说的男的，那我们一定要替换成 woman。另外你要注意啊，前面带空格啊，替换的时候前面带空格，因为 woman 里边也有 man 是吧？ woman 里边也有 man， 这个内涵笑话啊。那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提示词就变成了什么样呢？ Change naked woman clothes to， 就是现在我要把这个不穿衣服的女孩的衣服变成什么？我这个衣服的描述，我用了一个 contact 的节点。然后呢，另外我还追加了一个，就是保持这个人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变啊，然后最终生成提示词。那这个会很稳定，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模式下边啊，那个参考图片是不起作用的啊，主要是用了提示词来描述衣服，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换出来的这个衣服和你的参考图就不见得很像了。那在这儿呢，你也可以把它给去掉啊，就是不用也行啊。这是第2模式，我们跑一遍，大家试一下啊。换一个模特吧，大家看一下。好，下边呢我们跑一遍，大家看一下我们换出来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其实就没有刚才那个要好，是因为这个背景啊什么太复杂啊，所以说大家尽量还是选这个人物突出的这种图片进行换装，像这种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再试一个，大家看一下现在换出来这个衣服啊，它其实跟它呢有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是因为我现在是靠提示词来驱动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能达到换装的效果啊，但是不能说换出来就完全一样。这个就看你具体的应用场景啊，这2种模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在这儿背景呢没有被保留下来啊，但是人物的这个基本的状态是差不多的。所以说这就是提示词换装啊，大家可以这样去切。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其实你切不切都行啊，关键就是这儿。如果这儿连过来，这就是参考图换装；这儿连过来就是提示词换装啊，我还是切到参考图换装。
那在这一节课里边呢，我们重点给大家说了啊，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 LoRa 的用法。这儿用了3个 LoRa， 当然最近的这个 Flex Contacts LoRa 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各种各样的 LoRa 啊，有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这儿用到了 NAJ 啊，像这种技术的话呢，对于我们真正采样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去了这些东西，或者你换成普通的采样器，你会发现啊，你经常会看到那个少儿不宜的图片，是吧？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